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金价创下历史新高，连续3周创下新纪录，最高达2500美元每盎司。让我们关注 Meta 向好莱坞明星出资100万美元，以获取使用其声音进行人工智能项目的权利，包括朱迪、丹奇、奥卡菲纳和基根·迈克尔·凯。Meta 正在竞相达成协议，以便在2024年9月的Connect 2024活动中推出人工智能工具套件。下一条，英伟达下跌近 2%， 芯片股再遭重创。英伟达 NVDA 股价收于盘中低点，下跌近 2%。英特尔 INTC 股价暴跌超过 26%， 芯片股全面下跌，导致科技股跟随走低。此前公布的就业报告弱于预期。让我们关注MrBeast 的大型真人秀节目因选手在预赛期间的安全问题而受到投诉。尽管选手缺乏食物、水和药物，且有人受伤，但比赛仍在继续。MrBeast 声称正在审查流程并征求反馈，以改进未来制作。接下来，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认为，一种趋势正在将消费者从全国各地的药店转移到亚马逊药房。由于零售盗窃事件激增，消费者开始因药店将产品锁在柜子后而感到沮丧，从而转向亚马逊药房，因为它提供速度和便利性。下一条，破产的 SVB Financial 获得法官批准，将资产移交给债权人，结束破产程序。该公司计划起诉 FDIC， 后者在硅谷银行倒闭时扣押了19亿美元。这场诉讼结果将影响高级债券持有人的还款比例，范围为 41% 至 96%。 下面这条， Meta 计划与演员和网红合作，在 Meta AI 数字助理中使用他们的声音，并可能支付巨额费用。下面这条，美国约一半的州检察长在由一家主要由公司资助的组织联合赞助的旅行中前往法国，其中一些公司正受到州最高律师的审查。接下来这条，宁德时代与电动飞机开发商 Autoflight 签署协议，投资数百万美元联合开发电动飞机电池，以增加航程和载重能力。下面这条，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拒绝重新承诺11月做出的不改变债务目标的承诺。有猜测称，他正准备增加借款以填补公共财政164亿英镑210亿美元的缺口。接下来这条，全球主要央行利率分歧加深，日本央行加息，美联储按兵不动，英格兰银行降息，美国就业放缓，失业率升至近3年高点，加剧衰退担忧，促使美联储稳步降息。接下来 Character AI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Noam Shazier 重返谷歌，并带走了部分员工。谷歌与 Character AI 签署非独家协议，使用其技术。让我们关注人工智能音乐生成器 Audio 引起争议，音乐家和唱片公司指责其窃取音乐并破坏创造力。随着 AI 生成的音乐在法庭上引发版权诉讼，音乐行业正进入一场激烈的争论。让我们关注美国股市连续下跌，标普500指数较近期高点下跌 6%， 引发衰退担忧。主要原因包括疲软的就业报告、短期交易者抛售以及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落空。最后一条是，大科技企业加大对英伟达等芯片制造商的支出，表明他们对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持续乐观情绪。英伟达从微软获得的收入占比最大，达 19%， 而微软的资本支出中有 45% 流向了英伟达。尽管 AI 尚未带来显著收入，但投资者仍对该领域的长期潜力感到兴奋。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